Hello， 大家好，我是议员，我终于拿到了 MGE 啦，耶！然后这一次呢，我是拿到了第1名，我没有想到啦，我原本想到说可能拿到第2或者第3名啊，因为在一开始的时候我的排名并不是这么靠前啊，我原本没有想到要拿这么高的位置嘛，我本来想着说可能第1名让给其他的队友，可是后来就是一直追上去，到最后我拿到第1名了。因为你们可以看到我的排名呢，除了第1天是第1之外，其他都是在后面的，尤其是第2天啊，第2天是做什么？打野蛮人吗？不过其实我在拿到大位之前呢，我发现到我的镜头其实是已经足够了，就讲我其实拿到大位大概30颗雕像、20颗雕像左右，我就已经足够了，因为我的大位不需要把它给觉醒，它并不是每个技能都需要用到，它有一些技能只能驻防的时候使用，就比方说它的第3技能还有觉醒技能，所以基本上你们只要把大位卡到5515就可以拿去野战使用了。不过之后我那些雕像应该会通过 MGE 慢慢去拿啦，因为我的速步台其实到现在还没有觉醒我觉醒不是因为我想要去做集结，我只是想要拿来收集而已啊，有可能之后速步台也会派上用场也说不定呢。所以今天这个影片呢，其实不是做统帅测试影片呢，我主要是想要试试看我用技能重置卷需要用多少个才可以把它技能变成5515，但其实这个难度不是很高啦。那么关于大位的报告呢，其实在11月23日的时候，国服那边就已经推出了，他那边是根据官方提供的时间推出的，所以你们可以看到这里我是已经有一些报告了的，不过是国服那边做的测试，所以基本上你们可以作为参考啦。这里可以得出来的结论呢，你们可以看到沙普尔医师跟亚述他是打不过大卫赫克托尔的驻防的。这里看到如果用工兵打骑兵的话，还是有一定的克制的，可以看到工兵这边会比较伤一点，然后骑兵这边剩余的部队呢，差不多还有接近1/3左右，所以这边是第1份报告。第2份报告的时候，这里就可以看到他们是用步兵、小西皮搭配华莱士，那这边出来的结果可以看到小西皮跟华莱士这边剩余的部队其实会比较少一点啦，不过还是成功的打败大卫斯师跟赫克托尔了。第3份报告他们又用回了工兵，但这一次剩余的部队呢跟上次差不多，不过再更高一点点。第4份报告就是他们使用混兵的时候呢，其实混兵是不需要看了的，我至少到现在我没有看过一个混兵的报告是成功的拿到更高的战损比在面对纯兵的集结额的时候，所以他报告变成这样子也不出意外了。而且本来华莱士跟小西皮打大卫报告都算是 OK 有的，那这一次打下来这边更加惨，当大卫搭配波罗头用混兵的时候，他这边剩余的部队就更加多了。至于沙普尔医师搭配亚述的话，他反而这边打赢了，因为之前我们看的报告的时候，工兵集结是打不过大卫的驻防的，所以这边得出来的结论呢，就是你可以用步兵去打大卫，用工兵的话可能打不下来，如果大卫搭配波罗头去做驻防的话，肯定是守不住的，报告会很糟糕。不过不是每个玩家都可以用纯骑兵去做驻防啊，而且还是那句啦，你骑兵不是主流的驻防啊不过可能用大卫斯师跟赫克托尔做驻防有个好处啦，就是如果你要去守关卡，要跑比较远的路的话，骑兵补兵会比较快一点，因为工兵你要跑好远哦，补不到啊，太远了啊，速度太慢了，就连那个车头可能都会跑很慢了，所以用大卫斯师搭配赫克托尔去做关卡的驻防，我觉得是 OK 的，而且关卡也不能被围殴嘛，对面最多就开3个集结，不过在国际服要开3个集结很难啦，一般的王国用不到3个集结。不过这边的报告还是一样啦，它是单挑测试啊，所以我们还是需要等之后再看情况，因为我这边 KVK 其实多几天就要开关卡了，多2天吧，可能到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实战报告，我到时候再分享给大家看。所以今天的内容还是那句啊，我们要做测试 OK， 所以我们先把大卫士师给召唤，其实要用到700颗雕像，如果真的要把它觉醒的话，10颗雕像是用来召唤的，先把它的等级升上去我这边输很多是因为我基本上每一天都是在打野蛮人城寨啊，所以比较羡慕，尤其是新的玩家
其实也不一定要把它升到60等的，因为如果我拿来野仗的话，其实也只是放在副将的位置而已。我大概率应该会拿来搭配江汉战或者是亚瑟，不过它这边有个净化的效果诶，我大概率应该也是放在副将的位置了，因为主将的效果会更加好一点。就比方说亚瑟，如果你们要使用连击伤害，你只能把它放在主将。至于阿卡琉斯的话，这边它还可以把自己的伤害给提高，然后净化的话可能是在后半段的时候才使用净化吧。这里我们继续提升，哇，有6000多颗星星，这么多啊！这个就是使用纯兵种的玩家会遇到的一些情况啊，就是你可能拥有的一些资源啊会比较多一点啊，统帅方面的东西可能某一些会特别多之类的。我用了好像差不多接近1000颗通用星星吧。OK， 搞定啦，升到60等。这边也是给大家知道一下它的那个天赋应该要怎么点呢 ？OK， 那这边天赋呢，我会给驻防的天赋来，所以这边最基本的就是把这边造成一次额外的连击伤害这个部分点开，这个点满，这个点满，这个点满，然后最后还有4点的时候，你们才点这里。你会发现到这边没有点满啊，这个是正常的，所以我这边点出来的天赋是这样子啊。当然，这个或许不是最完整啊，你们可以自己稍微改一下啊，不然我弄的一个野仗的好了。那像那边野仗的话，先把这边点上去，这边点上去，然后这边点上去，这个受到伤害降低，这个也是要点，这个一定要点满了。先把怒气点满，然后把这个点满，还有剩下2点哦，这个忘记点了，这个也是点吧，但是这个不需要点到这么满了，因为你在野仗的时候不一定会打到工兵啊，所以如果你是野仗的话，做主将大概率就是这样子的天赋哦。当然自己也是可以改啦。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技能的部分呢，我们先试试看不锁会开到怎样些，因为我们要开的技能是5515嘛，这个技能我们是不需要开的。不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看一下能不能先把这边提升到5，如果5了之后我们再锁去2个技能，老天保佑啊，来吧。你看他是不是他一开始就把我升到我不想要升的技能了，好讨厌啊，莉莉丝好讨人厌哎呀，重置吧，我有18个啦，刚刚用了一个 OK 还可以，又来，我有点感觉今天技能重置卷有点不太够用了。 OK 主动技能 OK 可以，又来不然我先试试看我可以升到多少吧。如果他这边只是升到1次的话，其实还好。然后不行了，他已经升到2次了，不行了。哎，哦，又是一开始就来了。那我先试试看，继续升先啊。OK， 可以。哦，不能了，又来了。他一直要升这个技能，惨了，他全部卡在前面。哦，这边1次了，升后面的。哎呀，你看他一直要开这个技能，你干嘛呢？又来这边了，不能了，他一直卡这边，反正我这边都有点数啊，用掉它先嘛，我看可以开到多少。看他已经卡在4了，很好，最后一个开掉哈。那我们接着开后面的。你已经把前面2个开完了，我现在只有50-50的机会了，不要开到上面那个重置啊，因为我不重置的话，它会继续开到上面那个第3技能啊，已经开1次了。好难哦，如果要卡技能的话，他就是不给玩家活路啊。已经开3次 OK 可以，来吧，我求你吧，再来吧，4次了啊，还差1次哦，可以了，哎呦，终于终于好了，有浪费了一点点雕像啦，就是如果你们要升到5525的话，其实还是会稍微花比较多的雕像啊，不过我觉得可以接受啦，因为你真的要卡到5515的话是真的很难啊。我这个已经算是很好的解决方案了，只不过你这边又要额外再花多75颗雕像啊。如果你是刚刚好卡到5515的话，这75颗雕像其实是不需要去花的，所以我是总共花了7个技能重置卷，但也不是到完美的程度啦，就是还是有花了一个75颗雕像我觉得或许我可以再挑战看看啊，因为这边我是已经刚刚好用了足够的雕像嘛，我不想要浪费我这161颗通用雕像啦，没关系吧，反正我这边技能重置卷还挺多的。你看他一开始又来了，可能我们最后剩下几次的时候就不要再测试了吧，不然我那个技能真的卡不到，我到时候就很尴尬了。我感觉要用完了
哦，惨了，有点尴尬了，怎么办？来呀，莉莉丝，我求你啊，莉莉丝，黑刺哦，可以了，很好。所以基本上跟刚刚的情况差不多啦，就是你一定会5525这样子的。我不敢来尝试了，我再尝试下去，我的镜头就要用光啦。我可能真的要把它给觉醒才可以开到最后一个技能啦。所以还是要花那75颗雕像的，没有办法，5525就5525吧。好了，要把后面的技能给开掉了。那我刚刚也讲了嘛，多2天我就会开关卡期，到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住房的报告，也有可能有一些野仗的报告啦。因为我自己也是会出去打架嘛，所以到时候再分享给大家大卫四世用于野仗的表现怎么样。OK， 大概是这样子了。我今天技能重置卷用了大概7个左右才卡到5525。那现在还剩下2个而已，所以基本上我今天是已经使用了16个技能重置卷吧。哇，这个开销还挺大的，所以跟你们讲，不要卡技能，要用就把它给觉醒。当然也不是每个统帅都需要觉醒才可以使用呢。OK， 以上就是本期内容了。至于各位有什么看法，有什么遗漏或错误的地方，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我们下个影片再见。